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，我是一小点儿。今天我们来做一款美味的小点心——凤梨酥。先来熬制凤梨馅儿。关于凤梨和菠萝的区别，我的理解是它们是同一种水果的不同品种，以及不同地区在叫法上的区别，所以不必过于纠结。做凤梨酥尽量选择表皮泛黄、有微微香气的菠萝。菠萝在采摘下来之后就不会变得更甜了，所以买回家的菠萝不需要放置，要尽快食用。将菠萝去掉皮，挖掉中间的刺之后，切成4瓣，把中间的硬芯切下来，把果肉切成大块，中间的芯也不要扔掉，我们会特殊处理一下，全部加入到馅料中去。因为菠萝芯的纤维比较多，所以先放到搅拌机中打碎，然后再加入余下的菠萝果肉一块打碎。菠萝不要打得过于碎，最好还是能保留一些纤维，这样做出的凤梨酥吃起来才能吃到一点菠萝的存在感，而不是像果酱一样。接下来准备一块纱布或者做豆浆的滤网布，把打好的果泥放进去，用手挤出里面的菠萝汁，不要挤得太干了，稍微保留一些水分，不然余下的果肉就失去了菠萝的香气。挤出的汁水撇去浮沫，就是超好喝的鲜榨菠萝汁了。下面我们来炒馅儿，因为馅料到最后会比较黏，所以最好还是使用不粘锅。开小火，加入冰糖，将冰糖翻炒到融化之后，继续翻炒到馅料中的水分慢慢挥发，稍微变干，然后加入麦芽糖，也可以用水饴、玉米糖浆等其他单糖来代替。它的作用除了提供甜度之外，主要是提供粘度。糖量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和菠萝的甜度稍作调节，但是也不要放太少，否则馅料会很酸。炒的时候要小火不停翻炒，避免糊锅。炒到这样能粘到一坨的状态就可以出锅了。如果炒得太干了，馅料会不够湿润。将馅料用保鲜膜盖好，保鲜膜要紧贴馅料表面，防止水汽的产生。放在室温下晾凉。下面我们来做酥皮。将黄油在室温下软化到手指能戳一个洞的程度，用打蛋器打匀，再加入糖粉，低速混合之后转中高速打发至黄油颜色发白，然后分2次加入鸡蛋液，第一次搅匀之后再加入第2次，避免因为一次加入水分过多造成水油分离的情况。之后将低筋面粉、杏仁粉、盐、奶粉一起筛入盆中，用刮刀压拌均匀，直到看不见干粉的状态。如果搅拌盆太小，可以分2次加入粉类，每次搅匀之后再加入第2次。拌好的面团会比较湿黏，先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到冰箱冷藏1个小时。等到馅料晾凉到不烫手之后，用秤称量分份，根据模具的大小，需要的用量也不同。馅料和面皮的比例保持在1比1.4左右就好。我的模具比较大，大概需要26克的馅料和36克的面皮，可以根据自己模具的体积进行同比例增减。面皮冷藏好之后也称量好，依次搓圆。我的模具根据这个配方可以做12个凤梨酥，小模具应该可以多做一些。拿一个面皮按扁，放入馅料，用1只手的虎口慢慢向上推来收口，这样包馅儿和皮之间不会有缝隙。面皮如果因为冷藏太久比较硬而缺乏延展性的话，可以室温放置一会儿再使用。因为我买的这个模具是长条形的，不是传统方块型的，所以为了放入模具，需要把包好的凤梨酥搓长，调整一下形状，使它恰好能放到模具中。接下来需要按压面团，使它填满模具。我捡了一块和模具内边一样大的纸板，包上保鲜膜，按压在面团上，这样面团受力比较均匀，表面也会很平整。按压力度不要过大，以免面团从模具下面挤出来。将凤梨酥放在预热到165摄氏度的烤箱中层，烤24分钟。在烤第13分钟之后，取出来翻个面儿。翻面时要小心，凤梨酥要在模具中烤，是为了防止它在烤的过程中膨胀变形。将烤盘放回到烤箱中，再烤余下的11分钟。烤好的凤梨酥小心地转移到烤架上，稍微晾凉之后脱模。等彻底晾凉之后就可以享用了。我们自己亲手做的凤梨酥，不含添加剂，不添加冬瓜，没吃到嘴里我就已经闻到了菠萝的香气。吃上一口，表皮酥脆，馅料湿润，甜中略带菠萝的果酸。虽然自己做比较费功夫，但是我只想说一个字：值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。
我是小点儿，我们下期再见。